在印度去等爱尔兰的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各种焦急啊！我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我就幻想，我就憧憬，我一定要去一个国家，全年基本上刮风下雨，而且很安静，人很少的那个地方。结果现在爱尔兰正好就是那样。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结善因得善缘，我们多想积极的事情，好的东西就会一步一步的被吸引过来，达到心想事成的状态。这真的是一种魔法。首先的话呢，就是去看我们自己梦想的一些欧洲名校的官网里面去看他们的招生要求。就一般而言，他的那个招生要求通常是3点。第一的话呢，申请的那个硕士的专业最好是跟那个本科来相关。当然，如果是说像有一些文科啊或者商科的那些专业，你本科是理科的话也能去读。但是我计算机专业的话，肯定就不好去申请化学生物相关的那个硕士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对那个雅思或者托福的话都会有一定的要求。雅思和托福它是分数是可以互换的，而雅思是英国组织的考试，托福是美国组织的考试。我当时选择考的是雅思啊，而爱尔兰这边的学校，就说硕士的话，如果说雅思达到了 6.5， 那就能进全球 QS 排名前300的这些学校啊。但是如果是说雅思能够总分 6.0， 那也没问题。那些排名靠后的学校的硕士都没关系。因为最后想留在当地找工作，他更看重的是那个工作经验以及我们的一些沟通能力、软实力。而名校的话，它那个权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如果有人他要回国，要进国内的大厂的话，名校要更看重一些。可是我当年21岁的话，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每一次，我印度读的是普通的学校，硕士我一定要考上这边的名校。当然那是我年少无知的想法啊。我第一次雅思只考了 6.0 哈，我那个时候一度怀疑人生啊，我就想到我在印度都快4年了，我居然雅思只考了 6.0， 所以我当时就很郁闷，甚至抑郁了。我想到我当时高中班上的2个好同学吧，有一位同学他是武汉的富二代，他去澳洲昆士兰大学了。我在印度那几年，我就仰望他，我就想到他去澳洲发达国家，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搞的，他预科读的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硕士的话呢就是读的那个昆士兰大学。我就想了，哇，他难道是澳洲的学校他随便选吗？他是不是雅思成绩考7分或者8分很高？你要说雅思成绩你高1分的话，那是差10倍的能量，就跟地震一样。后来还听说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位班花女学霸，她本科是北京的一所211，然后据说她硕士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我也想到，哇，那他们是不是雅思肯定是7分8分，那些人都不需要出国，在国内的话那就是考试的高手。而我在印度，我是不是留了一个假诀？我居然这4年的话，我雅思只考了6分，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我大4那一年的12月份了。那些名校嘛，就像德国啊、欧洲的那些名校，已经开始在截止日期了。我特别的抑郁，而且在印度的城市里面，很多那些小的印度庙，每天到了7点钟的时候就开始敲锣打鼓，就开始用梵文来念经嘛。我本来好不容易有了那么一点睡眠嘛，到了早上想睡个懒觉的话，也会被念经的那个声音给唤醒。而且我又对我的未来充满了迷茫，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应该何去何从。就听着窗外印度教僧侣念经的声音，我就想到了白居易《琵琶行》里面的那一句诗：住进彭江地地势，黄土苦竹绕宅生。岂无山歌与村笛，欧鸦噪喳难为听。印度教还好吧，最要命的就是它周围还有一些大的清真寺，每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就是用大喇嘛开始就叫我们过来祈祷吧、念经吧。然后而且他是用阿拉伯语，还是用他当地的那个方言，我不知道什么声音。清真寺的阿訇嘛，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嘛，召唤人们去念经的那个声音非常大，就跟唱京剧一样。而且我本来就失眠，睡眠就不好。到了4点钟的时候，好不容易恍恍惚惚，差点快要睡着的时候，我一听到清真寺的那声音，我想完了，到凌晨4点了，我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就很抑郁嘛。但是万幸呢，就是我当时在校园里面跑步的时候，我遇到有一个印度同学，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哇，你看这天上有直升机。直升机飞得好低啊！附近有一个爱尔兰的空军基地，经常能够看到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我就有一位印度同学嘛，他就问他，哎，你平常是看的都很高兴的，怎么这段时间一直六神无主，一脸茫然呀？这个时候我有2个选项，第一个的话呢，可能就感觉很害羞吧，可能就说哎没事儿，敷衍过去。但是我选的第2个选项，我决定告诉他实话，我就说我很想去读那个欧洲的名校，但是我雅思只有 6.0， 而名校最低要求 6.5 而且现在的话已经是1月份了，我感觉我对我的未来，对我的前途充满了迷茫。结果呢，那位同学大学4年里，其实我跟他也不是特别熟嘛，关键是跟他们出现了他那位同学，他就告诉我，他说，哎，你怎么不早说呀？我2个月前，我上个月刚考了雅思，
而且我雅思考了8年，我特别有经验，然后给我发了特别多的那些备考的那些秘籍啊、资料啊那些东西。而且这还不算，他还帮我制定了特别详细的那个复习备考的计划。他说你周一刷这一套题，周2刷这一套题啊。而且他还结合了我们因为印度的大学有月考嘛，哎呀下一周我们有第2次月考，那你就少刷一道，就休息一下，好好安心来备考好。所以而且这还不算雅思的那个口语，而每个星期三的话，我给你打1次电话。来模拟那个面试官给你做模拟口语测试，还纠正我的发音，纠正我的语法错误。我到现在我特别的感激他。后来他考上了加拿大的一所名校，反正叫麦克吉尔大学啊。然后我就去参加考试。我还记得我参加考试的前一天嘛，我有2位印度同学，他说：“哎呀，祝你一定要马到功成，考试加油！”包括我舅舅还从国内给我发那个短信，他知道你今天考试一定要加油去考。当时室友还告诉我，他说：“哎，你考试的那天你千万不要吃米饭，因为米饭会让你吃的昏昏欲睡，一定要吃鸡蛋。鸡蛋的话不仅能够补充能量，同时还不会犯困。”当时那个考试方他是租的有一个酒店大的广场，里面总共好几百人的那个大的考场去考。我觉得主要是拼体力吧，他从你去开始进入考场，然后你要等嘛，听说读写那几门全部都考下来之后，差不多6个小时。中途的话他是没有饭吃的，所以那个也很拼体力的。然后考完的时候呢，在等结果的时候，我也是各种慌，但当时也是很幸运嘛，我又有另外一个印度同学，他当时不断打电话，他哎，听说你最近在申请那个欧洲的硕士，然后你申请的哪些学校，能不能告诉我？然后我跟他说，我雅思考完了，但是我在等结果，我还是对我的未来不是很自信。我觉得我可能会申请爱尔兰国立大学，就是爱尔兰国立大学的高危分校，就是 NUI 高位。后来他跟我说，你要为什么申请高危分校？要申请圣三一，圣三一那是历史最悠久、最牛的学校。我说我本科只是一个普通的印度大学，我觉得我没有信心。他说我本科也是一个普通的学校，但是10天前我拿到了圣三一的 offer， 我能够考上，说明你的资质也够，你也可以考上，因为他比我大2岁嘛。我说你有2年的工作经验。这个我才21岁，我是什么经验都没有，我觉得我不行。然后他说这样你放心，我把我所有的那个就是动机性还有推荐信全部都发给你，然后你把它作为模板，靠你自己的经历然后去改。他还告诉我，在那一年的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爱尔兰大学在印度班尼罗尔，就是我读大学的那座城市有一个招聘会。他说不是招聘会，招生会，你可以亲自看到那些各个学校的一些面试官，而且那些招生的工作人员，那些老师可以跟他去聊一下。后来我就去了嘛。当然这个站在上帝视角当时很关键，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事后发现特别关键，因为我遇到了圣三一的那个招生的老师，他告诉我，他说那个计算机专业的那几个分支基本上所有的都满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3月份了，唯一剩下2个，一个是增强与虚拟现实，另外一个是5G、6G。未来网络，好，他说这2个还有那个名额，因为要知己知彼，百战不胜绑。除了我们这一方要好好准备以外，我也要知道他学校什么招满。如果他已经招满了，我再去申请，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对吧？而且爱尔兰这边的学校它是先到先得，中国的学校呢，它是到了截止日期之后，他才开始根据在那之前所有的那些候选人来开始以他所有的那些不同维度的软实力开始来排名，然后择优录取。但是爱尔兰它是先到先得，这2点有点不一样的啊。好，如果我们要申请名校的时候，有机会参加他那种招聘会，能够亲眼面对面的去问他的那个招生的老师，还有什么学校还有名额，或者什么学校他那个申请概率比较高，竞争力稍微低一些，就尽量去问。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发邮件给他，因为这也没派出，不可能说发邮件，他觉得我们很一般，然后最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就不录我们，因为他双方他都是不同的那个工作人员，我们可以就真诚老老实实的发邮件，就告诉他我是一个来自中国或者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的一个学生，我读了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然后我对贵校的什么什么系特别感兴趣，请问哪些分支的专业还有招生的名额？如果他没有回的话，过1个星期再发1份，然后如果还没有回的话，那就去找其他的学校了。好，所以当时我就决定申请3所爱尔兰的学校啊，一个是爱尔兰国立高危大学，这个是我最心仪的学校，因为它是爱尔兰国立大学。后面如果我找对象的话，我也可以跟丈母娘说我是爱尔兰国立大学毕业的，对不对？然后丈母娘肯定觉得这小伙子有出息，他国立大学的。好。然后我还申请了 UCD， 就是爱尔兰国立大学都柏林分校，一个是前面是高危分校，这个是都柏林分校，它的排名更高，学费也要高一点。第3的话就是圣三一了，圣三一我当时完全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申请的，我没有指望能够申请上。好，结果很快嘛，大概3-5天左右就收到了 UCD， 就是爱尔兰国立大学都柏林大学学院，这是它的全称嘛，我们一般叫到 UCD， 就收到了他的有一个专业系主任的一个邮件，
告诉我有一个专业被拒了因为 UCD 它是这样子的，你交同样一笔申请费，你可以申请多个专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管了3021，你相关的不相关的都升了。然后当时因为粗心大意嘛，看到有一个专业叫认知科学，因为它的那个英文是 Cognition Science， 它缩写也是 CS， 跟计算机科学一样嘛，我就没管，我就直接去申请了。结果没想到它完全是2种不同的专业嘛。然后呢，那个系主任他说，之所以拒绝你，就是因为发现你的目前的认知科学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硕士研究生的入学的条件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他说你在你的那个动机信里面，你是写我很向往申请圣三一，而我们学校是 UCD， 这搞错了。然后当时我整个人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我就觉得 UCD 起码也是全世界级的名校，对不对？我可能是因为太想升圣三一的，结果呢连名字都搞错了，都搞忘记改了。我还一个劲的发邮件我去道歉，但是因为先入为主嘛，我就觉得 UCD 我可能就不考虑了。好，然后呢又过了几周，我就收到了前面说的爱尔兰国立大学，就发现我被他给拒了。我发邮件我说为什么被拒？爱尔兰他的学校就有个好处，他回邮件回得很及时，他的那些原因给得很具体。他就说他的那个硕士的计算机专业虽然对雅思的那个要求总分我过了，但是呢他的那个小分嘛，就是写作那一块他的最低分数要求 6.5， 而我只有 6.0， 因为他那个硕士要去写那个硕士论文，硕士论文的话对英语写作有一定的要求，那个时候还没有 ChatGPT 所以就是我那个 6.0 的话可能就是论文的话不能达标。结果后来万幸就是我正好那个雅思的总成绩达到了圣三一的那个分数线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我收到了圣三一的邮件，是要我参加有一个在线的一个编程的测试，计算机编码测试。这个时候我就慌了，因为计算机它跟数学一样，你需要一定程度的一个练习，它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而我在印度读的那个本科，当时它那个预考都是偏理论的，这第一。第二的话，我所有的精力我都在考雅思上的，我对那个考试很没有信心。我想我怎么办呢？我未来很迷茫，是不是又要 gap 1年，又要等下一年？结果也是在这个时候的同时嘛，我遇到了有一个印度的女孩子，大学同学嘛，她说：“哎，你平常都看着都很开心，都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微笑，怎么这段时间一脸茫然呀？”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在申请圣三一有一个在线的一个编码测试，我没有主意。然后她就告诉我，她男朋友编码很在行，可以辅导我。当然也是我们同学，跟我同龄，但是比我低2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国际高中毕业的。那当时也是奔着出国走的，在印度的国际高中，他那个学费1年大概也有6-7万人民币，1万欧元的样子了。而且他本科就申请上了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那是加拿大相当牛的学校了。但是他说他老爹生意就是出了点状况嘛，然后家道中落，所以说没有钱去读，最后就来了我们印度大学，在印度去念大学了。但是他参加了各种那个程序员比赛，然后什么编程比赛，就是非常有实战的经历。好。后来他就去看了那个圣三一的那个入学的那些标准，然后他就知道了他大概考什么东西，他就给我1个星期的系统性的辅导，来手把手的教我怎么练。结果我考了大概90%的成绩，然后3天之后收到了圣三一的录取通知书。最后就相当于总共遇到了3位贵人吧，我直到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感激他们。后来正好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2天。我也收到了那个 UCD 的其他所有专业，不是说那个认知科学被拒了吗？然后，而且我推荐信的话写成了圣三一，但这都没关系。UCD 他把我其他申请的计算机相关的所有的专业全部都录取了。那天正好是我22岁的生日，所以我当时就很纠结嘛，我就在想，到底去圣三一还是 UCD 呢？一个是爱尔兰排名第1，一个是爱尔兰排名第二，而那个排名第2的话，学费比排名第1的大概便宜3万人民币左右吧。其实站在上帝视角看，应该选择 UCD。它是一个就像红玫瑰与白玫瑰，你张爱玲的小说里面，你选了红玫瑰，你会后悔白玫瑰；选了白玫瑰会后悔红玫瑰。可是我当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人生一定要每一次，因为我在印度没有读上名校，研究生的话，我肯定要读名校。而且再就是我去看圣三一的那个哈利波特图书馆，还有它那历史悠久的建筑嘛，它是中国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1582年建的学校，那几百年的那些建筑、那些校舍，我对它充满了吸引。而且那个专业的话，我去看就是虚拟现实嘛，学生的作品都跟那个迪士尼动画一样，特别的美啊。然后我觉得一定要每一次，人生一定要精彩一次。最后犹豫之下选择了圣三一。但是现在上帝视角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以后视频里面再讲。所以现在总结来看的话，考上爱尔兰的名校3点：第一，雅思一定要考好；第二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最好是email 一下，或者说能够见到招生的工作人员，能够知道我们申请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哪些专业还有很多的名额，
概率更高，然后我们就一定要申请概率更高的这个课程。好，第3点的话就是它那个推荐性动机性嘛，这个东西的话，我告诉你，其实博士的话可能还比较关键吧，但是硕士的话没有那么关键，我们只要写好，现在的话有 ChatGPT， 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写好，放在 ChatGPT 里面修改一下就行了。然后还有的话，它那个推荐性里面有门道，一般硕士的话要求要找2位大学教授来推荐。我告诉你，推荐信它只是一个过场，我们有那封信就行了。什么意思呢？现在假设我们有2位教授，一位教授他可能是所谓的我们学校的顶级很有声望，然后他也是有出国留学的背景，名校毕业的但是他可能不太好见到。我们让他帮我们写推荐信，要花1个月的时间，要等1个月的时间。而如果找我们的班主任或者我们的哪位比较年轻的、比较谈得来的科任老师、辅导员什么的，让这位来写的话，可能2-3天就能写好。那一定要选择后者，因为他就算是我们学校很牛的人物，但是除非他是世界级的业内的权威人士，不然的话，在欧洲这边学校看来的话，他都是那个半斤八两。申请博士的话，那是另外一回说。硕士的话，这个推荐信它只是一个过程，有和没有的区别，有的话那就行了。最后一点的话，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说还是要向朋友、向同学来求助吧。所以我到现在的话，我都很感激，因为印度真的是一个很励志、很能让人奋斗的地方。我刚去印度，我就决定一定要逃离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调侃说印度的城市就是垃圾场、公共厕所还有动物园。你大学里面像澳大利亚，隔着校门外头就像坦桑尼亚，那贫民窟，它什么地方随地大小便，街上什么牛都。我刚去印度读大学的时候，我印度同学问我，你的理想到时候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印度他们很多说那个班加罗尔有一些美国公司，有一些外企很牛的，但是我费尽千辛万苦进了外企，工资也就3-5千人民币的工资。而且路上他那交通，他那城市的贫民窟，他那臭水沟，我觉得我完全看不见我的将来，我无法想象我要留在那个国家。当然那是21岁的我那个时候的想法，现在上帝视角，我觉得这都是空。我很喜欢印度，现在想来但是当时我就想逃离那个地方，所以我就直接跟我那印度同学实话实说，我说我毕业之后我一定要去欧洲的名校读硕士。如果是说在国内，假设我在国内读一个普通的学校，我跟我的那些同学那么说，我觉得肯定会有人会告诉我，当然是善意的提醒。他说：“哎呀，欧洲内学，你又不是清华北大，你又不是985-211，那都是985-211，我们没有那个命。”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你出国留学都是有钱人，我们都是来自普通人，还是要现实，我们要现实一点，就会很泄气。但印度人的话，他脑回路跟我们中国人真的很不一样。他就说：“你放心，我哪个哥现在在德国，现在在英国，你放心，4年后我们哥几个都陪着你，都会在欧洲的名校一起读研，一起读硕士。”好，所以我觉得印度人的话，他可能就是比较敢想嘛，而且你要说他吹牛也行，但是，就是因为这种信心、这种勇气、这种动力的话，确实是很鼓舞了我。而且印度同学，你看他那些帮我的同学，我到现在的话，我都没有机会再帮回他们。他们有的他都不需要我的帮助，在德国啊，在加拿大，在英国或者在爱尔兰都发展得很好。可是他无条件的帮，他觉得他们帮我的那一刻、那一瞬间，就是灵魂上的升华，而不想到什么礼尚往来怎么样。所以这也让我对我的那个世界观也有很大冲突。现在的如果新来的有一些中国的同学，他们需要帮忙，或者有些中国的一些朋友需要我帮忙翻译文件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我也是不遗余力的，因为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举手之劳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你要弄一个什么证，翻译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有一些信息嘛，那些东西，那对于他来说，那一刻他很纠结，就跟当年纠结的我一样。而且我帮他的话，我也是无条件的，就像之前帮我的那些人那样子帮他们。我觉得这个因果报应吧，我觉得要将好的善缘善果给它传递下去。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年的我很不自信嘛，我不是说了吗？我在等录取通知书那好几个月就很纠结很自卑，我就觉得如果是现在再回到那个时候，我应该不那么应该给自己一点点信心。你看当时我可要到什么程度？我不是想到我班上有一位富二代同学，他是武汉来的，他在澳洲昆士兰读大学，我想到哇，他那种人那才真正牛。你澳洲的那些名校，他预科读西南威尔士，硕士不是硕士，本科的话去读昆士兰大学，我觉得好像那他雅思肯定很牛逼，肯定考7分或者8分。澳洲的名校他随便去选，我觉得那才是留学生，那才是真正的那个海归精英啊！像我当年去了印度，一风潮奏9重天，西贬潮州路8000，对吧？然后住进盆江地第1师，黄奴苦竹绕宅生。在我雅思考完了之后嘛，我就去联系了我那位富二代同学，在澳洲的那位同学，我说你当年雅思到底考多少分？他很不耐烦，他说5.0、5.5，因为他本科的话分数要求要低一些嘛。我就在想，
我雅思起码考了7啊，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抑郁症好了一半，但是他还没说完，他说：“哎呀，我们这些人都相当于是花钱买的留学，要看的话，看我们当时高中的班花，他是北京的211，然后他硕士据说刚刚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且人家雅思考8.0，那才是学霸，那才是真正的留学，哪像我们这些学渣。”好，然后我就加到了我们班班花，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听说你最近是不是考上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啊？真是很恭喜你。让我能不能知道你雅思到底考多少分？”然后说来也很惭愧，我就想着哇，人家班花才是真正会做题的。他在国内那种环境，他雅思他都能考7、8分。我到印度去，起码也是说英语的，我居然第一次只考了6分。后来我就加了班花的微信嘛，我就问他，我说：“那你雅思到底考几分呢？”他发了几个省，然后他说：“我不是香港中文大学。”他说他雅思考6.5。咦，我比他高。而且这还没完，后面还说，他说谁告诉你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我是香港理工，香港中文大学那是香港排第1，香港中文和香港理工就跟北京大学跟北京理工的这个区别哈。好，然后后来我就去搜香港理工的 QS 排名，在那一年正好比圣三一第1名，结果我那个时候抑郁症全好了。但是现在想来是不是觉得很可笑？我就意识到嘛，一个人真正的信心呢，并不是来自于一定要证明比谁好，比谁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有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他发展的更好，或者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有人早结婚，有人迟结婚，有的人这个时候赚的钱更多，那个时候赚的钱更多。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攀比。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信心有没有信心，自信与否，成功与否是来自于外在的攀比的话，那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永远都会有更牛的人，对不对另外的话呢，这个正是因为我当时抑郁嘛，各种自卑，各种攀比，所以我刚去圣三一的那几个月我飘了，我想我可有今天了，我就变得有点自负。所以我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子，就是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差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点信心。真正的自信啊，是应该建立在我现在觉得2点。第一的话呢，是真正我自己全心全意的干成了某件事情，我挑战了自己，我战胜了我自己，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帮助别人升华自己的灵魂。这2件事情比与其他的人攀比要更加的有意义一些另外的话呢，自信的话其实应该是说我差的时候我给自己信心，然后成功的时候呢，我也不卑不亢，这才是最健康的状态。就像钱一样，不是说我穷的时候就各种小气，各种抠门，然后富的时候呢就想我可有今天了，然后就各种挥霍。不是，我钱的话也是，穷的时候呢该花的钱得花，该吃好也得吃好，然后富的时候呢，挣到钱的时候也是得勤俭节俭，当省不用，当用不省，这样子才是最平衡的这种态度。行，非常感谢你耐心的看到这儿了。如果你感兴趣想知道我留在爱尔兰的故事，来了欧洲这边怎么样找工作，刚读了硕士期间的一些攻略或者怎么样的，或者你对任何故事感兴趣，也欢迎你在视频底下留言。如果你喜欢，后面的话我也会做类似的系列，去分享更多更精彩更有意义的故事。非常感谢。